观众朋友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袁成。北京空气又变得不寻常了。中共四中全会刚落幕，人民日报连续3天刊出高层署名文章。10月30号，国务院总理李强发文；10月31号，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接棒；11月3号，压轴登场的是中办主任蔡奇。3篇文章，一个主题，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但从行文语气到发表的时机，整个节奏更像是一场政治连打，不是宣传，而是动员。尤其是蔡奇这篇8000字长文，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字里行间含义逼人。他直言形势严峻，部分干部出现松懈情绪，四风问题根未除，句句像在划线，也像在警告。外界普遍认为，这篇文章不只是例行表态，而是一次高层自我整顿的开场。更巧的是，文章发表前后的几天，北京官场连续出现异动。11月1号，全国政协常委会闭幕，央行前行长易纲和多名政协领导职务被免。2天后，11月3号，证监会副主席王建军被通报严重违纪违法，遭到开除党籍和公职。连环的节点，接力的语气，让整个北京权力圈瞬间紧绷。有人说，这是习近平当局在重新排兵布局；也有人认为，这只是平静表面的前奏，真正的较量才刚刚开始。还有人说，这篇文章像一记警钟，提醒所有人，考验还在后面。11月3号，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在第3版头条刊发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书记处书记蔡奇的署名文章，标题是“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这篇长文以近8000字的篇幅，从3个层面重申所谓自我革命的重要性。第一，全面从严治党为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根本保障。第二段，形势任务发展变化，对全面从严治党提出新要求。第三段，反腐永远在路上，继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蔡奇在文章中明确指出，习近平上台10几年后，全面从严治党虽然取得显著成效，但一些党员干部对党的自我革命仍抱有错误想法，存在松劲歇脚、畏难退缩、消极应对，甚至刻意抵触等情绪，并强调四风问题树倒根存，土壤尚在。在蔡奇笔下，把形势严峻和从严治党并列，显示中共四中全会并没有带来气氛的缓和，相反，这篇文章标志着又一轮整风和纪律审查的开场。中共四中全会结束后，人民日报在10月30号、10月31号2天连续刊发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的署名文章，跳过周6日后，又在今天刊登蔡奇的文章。中央社认为，这3篇文章都是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的系列文章。蔡奇既是中共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宣系统的核心人物，又是习近平最倚重的心腹幕僚，因此，这篇文章的刊发时间和语气，显然不仅是例行的政治表态，而是针对全党发出的高压信号。有网友说，这是中共内部厮杀开始了。YouTuber 亚军王大厨 and 歪嘴正经也认为，这篇文章杀气腾腾，释发出内部厮杀开始的强烈信号。而这篇文章正是全面从严整治清洗的开端，本身就凸显其作为炮打司令部的作用，预示接下来要全面在党内搞肃反正反大清洗。这场清洗不仅针对党政军系统，还可能波及商界和各行各业。换到中共总书记这儿，那第一把火从哪儿烧啊？党政军，你说先烧哪个？一定先烧政敌。所有涉嫌或者潜在威胁自己统治地位、权力宝座的人，必须连根拔除，并且斩草除根。所以从严治党这个事儿啊，就要升级了。也有观点认为，蔡奇的这把剑是指向张又侠的。这篇文章是习派对张派的反扑。中共四中全会前夕，中共国防部突然宣布双开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
中央军委委员苗华等9名上将。这些将领都是习近平亲自提拔或破格提拔的，尤其是苗华，是习近平多年来的军中亲信，为习近平掌管军中人事。一些评论人士认为，这显然是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先斩后奏的越级动作，目的是把这些习近平的心腹做成死案，从而削弱习近平对军权的控制。而蔡奇作为习近平的嫡系亲信，在中共4中全会结束后发出这篇文章，则显示习近平虽然在军权上遭受重挫，但似乎并没有完全失势，还有能力借从严治党的名义进行反击，准备通过新一轮的清洗再次巩固自己的核心地位。接下来插入一段工商时间，我们很多人为了保护牙齿，天天刷牙2、3次，可是眼睛的保养更重要，因为牙掉了还能植牙补救，视力真伤了就麻烦了。从早到晚盯屏6到8个小时，感觉干涩、酸胀、畏光、眼压紧绷，你是不是也是这样？我劝大家，眼睛越早护理越好，越省心。推荐给大家一个小东西，一个非常好用的冷敷眼贴，贴上去大概3分钟，我就明显感觉眼睛放松下来了。这个眼贴里面有3种植物萃取成分，贴上去清清凉凉的，可以帮你缓解蓝光带来的压力，维持泪膜滋润。有 86% 的人反馈使用后更放松、更滋润。那么怎么用更到位呢？如果你是日常保养，可以每周2到3次给眼睛做个小 SPA。如果眼睛已经明显干涩，或者是最近用眼很多，可以增加使用频率，白天用2到4片分时短贴，晚上6片连贴6到8个小时，睡一觉。这个眼贴在工作、睡觉时都可以用。我的很多同事就是直接贴着工作，一开始会流泪，试用后就可以了。用完撕下来，不扯皮也不花妆，每天不到半杯咖啡的钱，就能给眼睛一份长期守护。需要的朋友就点击下面的链接，输入我们的优惠码大时局，还可以享受95折优惠。其实中共内部的残酷权力斗争，从一组刚公布的数据中也能看出端倪。中共4中全会结束后，中纪委国家监委在官网发布了2025年前9个月的反腐统计报告，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 78.9 万件，立案审查的省部级干部达90人，厅局级干部3704人，县处级干部3.1万人，乡科级干部10.6万人，涉及基层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主任7.2万人。同期共对67.7万人作出党纪政务处分，其中省部级41人，厅局级2953人，县处级2.4万人，乡科级8.4万人，一般干部9万人，其他基层和企事业单位人员则高达47.6万人。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仅在2025年前9个月，中共体系中就有超过100万名官员被查、被问责或遭到处分。换算下来，平均每天都有3000多名干部落马。显然，这不只是反腐数据，而是一份权力清单。它展示的是一场体制内大规模的自我清理行动，一次以惩治待整合的组织性震荡。从这些数字也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是全球规模最大的腐败机构。但是在反腐的口号之下，更深层的逻辑是权力对权力的再分配。谁来查谁，谁能幸免于查，才是这场清洗的真正核心。中共4中全会落幕的同时，北京的金融圈再度掀起一轮惊涛。11月3号，新华社发布通报，宣布中共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原党委委员、副主席王建军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同一天被双开的还有中共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前副主任宋朝华和发改委前副主任徐宪平，3人都被移送起诉。根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的消息，王建军被指靠监管吃监管，长期利用职权为亲属和特定公司牟利，在上市和融资过程中大搞权钱交易，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是典型的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的案件。今年只有57岁的王建军，长期任职于中共证监系统，
从市场监管部主任、办公厅主任，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理事长，再到证监会副主席，几乎见证了中国资本市场的整个监管演变过程。而他被双开的时间点，紧随他的老上司证监会前主席易会满官宣落马之后。2025年9月6号，中纪委通报易会满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而易会满的前2任前证监会主席肖钢和刘士余，也都是在任期间被卸职和落马的。中共金融系统的2名副部级高官接连倒下，显示这场整肃已经不是针对个别贪腐，而是一次系统性的权力清洗。金融监管体系历来被视为中共权力结构的第2中枢，从央行到银保监、证监会，每一个环节都直接关联庞大的资金流向和政策支撑。在经济下行和债务风险积聚的当下，谁掌握监管话语权，谁就握有经济的战略主动。因此，本轮金融反腐的真正目标，显然是在重新定规矩，谁能拍板，谁得听话，这才是北京真正要处理的问题。与此同时，11月1号闭幕的全国政协第14届常委会第14次会议，也传出罕见的人事异动。央行前行长易纲不再担任中共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同时被免职的还有广东前政协主席王荣、国台办前副主任陈元峰等，共9人。官方公告没有说明免职的原因。香港《星岛日报》指出，退休省部级高官担任政协专委会领导职务，本属惯例，极少出现届中撤换，一次性9人下架，堪称史无前例。更具象征意义的是，同次会议还免去中组部前副部长傅兴国的职务，并接受他辞去委员。这种先免后辞的手法，是中共处理问题但可控官员的典型模式，既达到清理效果，又保留其体面和表面的稳定。由此来看，这轮清洗显然是一次有节奏、有层次的政治工程。金融反腐是明面，权力再分配才是核心。香港媒体和海外中文媒体普遍引述消息说，此次9人去职，跟中共近年重新整治裸官有关。所谓裸官，通常是指中共官员让配偶子女移民到国外，钱存在国外，给自己留后路，随时准备跳船。中共18大之后，对配偶已移居国外或者没有配偶且子女都已经移居国外的裸官，一律调整岗位，除了中央领导人的直系亲属不得留在国外。近年来，当局进一步要求在国外留学的省部级官员子女在毕业半年后必须回国，否则父母会被调整领导岗位。星岛日报指出，这次被免职的9名高官，有的子女已经在国外扎根，不愿回国。比如易纲本身就是海归派，曾经在美国高校任教，他的儿子在美国出生长大，是典型的 ABC。 而不久前被免职的上海女副市长刘多，盛传也是因为子女不愿回国。刘多是互联网和 AI 专家，今年才59岁，曾经担任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院长、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司长。2021年从工信部空降上海担任副市长。不过官方通报中没有说明刘多被免去上海副市长的原因。这些人宁愿被免职，也不逼迫自己的亲属回国。这也从侧面折射出中共官场上下早就认为中共已经是穷途末路，苟延残喘。裸官并不是新议题，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林哲早在2025年就指出，全国至少有上百万官员的家属移居海外。中共4中全会后的这一系列动作，显示纪律检查正从反腐走向防逃和控风险的综合性清理。相比早期的打虎拍蝇，这一轮行动更接近制度性排查，它不一定针对具体案件，而是通过制度调整达成政治净化。例如，能上能下常态化、任期交接制度等提法，都意味组织部门将扩大干部流动权限。从11月初这一周的连环事件可以看出，中共4中全会之后，北京的真正议题不是政治调整，而是权力再整合。蔡奇的文章提供了政治理论框架，王建军案和政协免职潮则是制度执行的实例。这一切的最终走向恐怕已经不只是忠诚，
而是一场谁也难以全身而退的内部大乱斗。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